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24号，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直播频道。首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今天因为直播软件配置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我更新了这个直播软件之后，配置上出现了问题，造成了这个直播现在晚了将近10分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那么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因为我晚了10分钟，所以说可以延长一点，对吧？那么到12点10分。那么如果说已经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提问，这样的话我们分析更多你们关心的股票。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现在这个大盘。那么大盘的话，我们看一下大盘。那么大盘这个情况，我把这个画图工具调出来。那么现在这个大盘呢，整体来讲，今天又是一个类似一个平开吧，也不算高开，就是一个平开高走的一个状态。那么整体还是受到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刺激。虽然说这个最近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反复的比较厉害，但是整体现在市场上已经慢慢开始消化了，对吧？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对不对？所以说整体来讲是往好的方面发展的。那么现在整体指数是涨了1.3%，标普是涨了1.3%。那我们之前说过，最好只要你进场的时候是以5101作为这个防守位，因为这里是出现底分型了嘛，对吧？那么这就是2买，前面这个483是1买，这里就等它生长出一笔来。先不管这一笔是弱反还是强反，就是强势的话，那就要冲到这个120天或者200天。如果说只是一个弱反的话，那么就要突破前面这个5459，或者说之前这个高点5481，对吧？因为我们在昨天直播的时候已经说了，周线上已经有标普的周的底分型已经出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那么我们就看这一笔到底能够生长到哪里，先突破5459。那么昨天已经5469了，已经突破了这个位置，对吧？那么就看它能不能够去突破5481。现在就是突破5481，就是第一小目标。突破5481之后，我们就看它之后的一个生长状态。现在整体的 MACD 表达是比较好的，张口是张起来了，对吧？这是一个整体表达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手里有的话就继续拿，手里有的话你就继续拿着就好了。能做短差的话，你就去它的更小周期去做短差；不能够做的话，就先拿着，看它这笔生长结束之后再看，对不对？那么就整体来讲，计划就是计划出周线上生长出一笔来。那么前面有一个低点5773，也就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如果说周线上生长出一笔来了，但是不能够碰到5773，那么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一个周线的一个23脉重合的位置，也就是周线的一个大的23脉重合。因为前面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的，如果说不能够碰到5773的话，那可能下面的下杀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先看这笔反弹，你也可以从最高点先拉一个黄金分割。那么这样的话，即使是到5646的话，也就是 0.618， 还是没有碰到前面这个低点，对吧？所以说就可以利用这些大周期上的黄金分割，帮助我们辅助判断可能潜在的位置，也就是5600吧。整体来讲，指数的话5600以上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说能够非常强势的站上5646的话，那就基本上可以反转了，对吧？那就看这个川普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好的，这就是简单说一下这个大盘指数。我们来看这个朋友的提问。特斯拉均价这个王小兵应该是王小兵朋友，特斯拉均价254要卖吗？今天我们看一下特斯拉254的均价，那就是最近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买的，或者之前买的成本在254，对吧？254的话，可以再拿一拿。特斯拉你会发现它明显表现的偏弱，对吧？尤其今天的反弹也好，还是昨天尤其昨天它的整体业绩也不是很好，这个2个数字都没有预期的强，
只是马斯克这个大饼在这儿撑着呢，对吧？因为马斯克说他在5月份要退出这个效能部门了，要退出这个 Doge， 但是呢，它的下跌空间也没有多少，对吧？它之前毕竟调整的非常深，它从最高点488这里是1、2、3、4、5、6、7一个7浪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期待是能够弹一笔，这里做中枢先看。所以你如果说成本254的话，没有必要先可以再拿一拿嘛。可以看它，好的话可以突破前面这个高点之后再看，突破这个274.69，也就是说突破274.69的话，这样的话就会成一笔，它可能会慢慢爬上去，它可能如果说没有其他消息刺激的话，它可能不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往上冲，对吧？其实是比较考验耐心的，现在这种情况，或者说，这里也有一个。如果说你从214画到261的话，当成一笔用的话也可以。这样的话就是已经有一个类中枢，那这样的话看能不能够先到这个中枢的上沿，对吧？先到261.8附近。如果说这个能到这里的话，也可以先减一减。那整体来讲的话，特斯拉并不是一个最近比较市场关注度并不高的一个票，你会发现它涨幅动能比较弱，毕竟它的基本面受到特斯拉那个马斯克的影响非常大。他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是特斯拉这个车的品牌的brand 这个品牌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损害，被马斯克给搞得现在大家都不敢买了，或者说可能有特斯拉的人都不敢开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对品牌的一个破坏性，这个短时期内是很难修复的，对吧？所以说你如果说长期看好它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毕竟它还有什么Robotaxi 啦，还有什么其他的相关的，反正马斯克画了很多大饼，对吧？如果说你信他的话，你不管怎么样，你都相信马斯克，他是一个很神奇的人，能够任何东西他能够把坏的变成好的。如果说你对他有一个非常深的信服的话，也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能够耐得住寂寞，对吧？持有现在那特斯拉的话，你要耐得住寂寞。那么如果说不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那你就把仓位降低，这样的话也会把你的这个焦虑能够降低下来。毕竟它现在并没有明显的上冲的势能，也在这个业绩也已经出来了。然后马斯克现在如果说不能够完全脱身于这个川普政府的话，不能够脱钩的话，那你也不要期待它能够大幅的上涨。所以说，整体来讲，我就简单就是仓位控制偏小一点。如果说能做短差的话，就做短差，但是并没有什么理想的这个，毕竟它空间比较小。你看它这个中枢的话，20%的一个区间。如果说你有能力做这个区间短差的话，也可以；没有能力的话，就是先拿一点仓位，先这个持股待涨，是比较好的。毕竟它现在动能比较弱，所以说你不知道有没有解答你的这个有这个问题。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持股待涨，然后它向下的空间也不大，所以说也不要加，即使下来的话也先不要加，就是中长期也先不要加，除非马斯克那边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比如说真正的退出这个职能这个机构了，要全身心的或者大部分精力要投入到特斯拉上了，对吧？这样的话，它只有切割之后，你明显的出现这个变化的时候，你才开始在这里加。如果说不出现之前，先不要动，起码不能往上加太多的仓位。好的，这是针对特斯拉简单说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先说两个今天要出财报的。今天盘后，谷歌和这个英特尔要出财报，看一下这个4月25号盘后，对吧？就是今天盘后，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两个公司。那么谷歌的话，这个图形吧。你会发现它这个图形是所有的科技公司或者跟这个标普相比的话，它的图形是最清晰的。因为什么呢？它从这个最低点142.66这个反弹，这笔反弹是成比的。它的这根大阳线，也就是4月9号所有的那个这个股票的4月9号都是一个大阳线，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根破坏了这个结构的阳线，但是对谷歌来说却没有。谷歌从142涨到164，这一个成比的完美的成比，所以它的结构是最清晰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谷歌在周线上有这么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从83.45上来之后，这个整体结构还没有被破坏掉。那么这是一个5浪上来，
然后开始做中枢，然后即使从208跌回来，也是跌回到中枢里面来了。但是呢，又得到了2个非常重要的均线的支撑，也就是120周和200周均线都在这个位置。所以说，你看这个120周，尤其是120周，前面有非常重要的支撑，对吧？所以踩到120周上了。那么今天盘后要出财报，一般谷歌的这个盘后波动并不大，好的时候可能有10%，就上下10%，坏的时候可能也就一般5%左右的一个波动。那么就看一下谷歌今天盘后的一个波动，如果说要跌掉142.6的话，10%，对吧？如果说往上走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最高点测一下黄金分割。那么我们看，从现在的价格到0.382%4.7%，对吧？到0.5%10%。所以说你如果说要赌它的财报的话，就两边就好了。往下的话就要跌破这个142.6，往上的话就看这2个位置就好了，对吧？就是在周线上，我们大概看一下空间，然后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表达的现在是相当不错，毕竟在这个就是从142.6上涨之后，是一笔上一笔下，给了一个完美的二买。这个二买是非常完美的二买。为什么说完美的二买呢？它的结构非常简单，然后这个 K 线也是非常简单，每一根 K 线或每一个笔都是完美的按照这个定义来的。所以这个二买，如果说你一直盯着谷歌的话，是应该抓得住的。那么就看它这笔看它这笔反弹了。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扩展器，现在测一下这个反弹的这个潜在的这个位置，对吧？那么等比例在哪儿？169.77，也就是说，如果说盘后能够弹到169.77的话，就是前面这3段，第3段跟第1段空间相同，也就是到了169.77，测一下空间5%吧，对吧？所以说，如果说它要是5%左右的话，到169.77、170吧，取整的话就170。如果到了170附近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盘后的话可以减一减。如果说能够非常有力度的突破170的话，你就多拿一拿。那可能要到这个120天或200天，也就是170以上，甚至去180。所以谷歌的话，那么空间的话是比较清晰的。但是现在整体来讲，往上涨的概率是相对大的，对吧？市场整体预期它是上冲的那个空间是已经现在有表达出来。所以说，其实我个人倾向的话，也是它盘后是涨，但是涨多少是不知道，对吧？这是简单说一下这个谷歌。声音，艾米朋友说我这个声音没有问题是吧？好的，那个唐朋友给回馈说是声音并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网络的原因造成我这个声音有一点点的断断续续哈。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先看一下艾米朋友提问的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它的结构，这个我们先说一下，复习一下它现在是什么结构。首先，周线上是出现了一个大的这个底分型，我们把周线的结构给它重复一下，复习一下它的结构，对吧？好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月线上，月线上这个回落是不够比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周线。周线上这里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底分型，然后回落之后也是没到0.618，在0.618和0.5之间，以起涨点在这个49000，49000上去之后一个非常浅的回落到0.5和0.618之间，对吧？然后现在出现了底分型了，也是一样的，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特斯拉也是，或者说那个标普也是，只要周线出现底分型以后，只要这个点位不被跌破，那就要生长出来一笔，对吧？生长出来一笔之后，看它是不是能够再次突破前高，也可以呀。这是在它的我们做完全分类的时候，这是一种可能性的，对吧？所以这就是以74420作为一个防守位，然后再到它的次级别，我们以74420断开。那么74420左侧，我们说一下它的结构，也就是说从最高点下来之后，
1、2、3、4、5。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一个五浪下，一个完美的五浪下。五浪下之后，开始从这个74420开始往右生长。现在右侧的话只有一笔，你看这个MACD 张口非常的完美，动能非常强，柱子的长度开始伸长，对吧？这个现在表达的动能是非常强的。然后现在也是站上了这个120天了，120天已经站上去了。但是呢，传统理论说有效站上一根均线。或者说一个价位的话是3个交易日，现在是3个交易日都在120天之上，所以说现在可以说非常好的一个表达。但是呢，如果说按我们缠论，那现在已经出现了日线的顶纹型了，对吧？现在出现日线顶纹型以后，我们就要判断这个日线顶纹型是一个中继的顶纹型，还是一个这个固定的顶纹型，那就要降低周期了。我们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这个它的次级别。看一下从74420上来这段的内部，日线的次级别是4小时，因为比特币是交易周期非常长，所以说我们看它的次级别是4小时。那么4小时这里是出现过一个300的，之前我们分析比特币的时候是说过，这是4小时这个中枢。那么出现一个300，那么现在其实就是一个300之后的一个离开嘛，对吧？那我们之前还分析了它的次级别，也就是30分钟。我们把刚才这个周期的最高点把它添加到4小时上，好的，那么4小时上我们把这个价格添加上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74420上涨到94686之后的4小时上，这里是出现过一个300，出现300之后再次回拉，其实它现在还是在做浪形的上涨，从这个起涨点，这是1、2、3、4浪回撤，还得有一个5，所以说日线上出现那个顶纹型更容易出现的是一个中继的顶纹型，对吧？现在这个位置，如果说你在顶纹型你捡过之后，这个位置应该买回来了，看看有没有一个第5段，也就是出现一个5浪。5浪之后呢，那还要看5浪之后这个第5浪的冲的力度。如果说5浪冲的力度不够强的话，它就要回来做中枢。那么下面已经有一个 A 中枢了，它可以在这里再做一个 B 中枢，然后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所以说呀，从74420上涨之后还没结束呢，它这里再打一个高点，可以再回来再做中枢 A、B 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对吧？才能够结束日线上这一笔上涨。所以说日线上这笔还可以再往上冲一冲。如果说日线上上涨这一笔结束了，比如说打个比方，冲到10万的话，那么如果说力度衰竭的话，就是说4小时内部衰竭了，那可能出现回落。回落的话，那这个2买是一定要去做它的，有可能要出现一个2、3买，因为前面这个88804这个位置又有一个类中枢。如果说回撤都不能够碰到88804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2、3买重合，那这个位置是一定要多加一点的，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走3浪，就日线上走大3浪。做整理的话，就是比特币的话，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你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分析就好了。但是比特币唯一对我们来说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去玩它的那个这个合约，就是带杠杆那个，那这个很难搞，很容易被爆仓，对吧？你就买 ETF 就好了，就也不要加杠杆。我们简单说一下英特尔，因为它也是看一下这个日历，4月24号今天盘后要出财报了。英特尔的话，就是主要的就是各种消息刺激吧，对吧？它就是又是要跟那个台积电要合作呀，什么台积电要入股啊，成立新公司啊。然后这个新的 CEO 也是我们那个华裔，对吧？他上来之后好像要裁人，他要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公布的一个，好像要还是说已经裁了几千人吧。那么可能也是为了断臂求生吧，对吧？那么裁人是最简单的、有效的、短期简单有效的，或者说短期能够见到效果的一个方式。那么它的结构 17.67 是一个最低点，就 17.67 现在这个位置是短期的最低点。只要17.67不被跌破，还是一样，它现在在周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这个位置啊，它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之前问英特尔的，我说过，它很容易出现跌破18.52之后给了一个破底翻，它确实当时给了一个破底翻，在这个位置跌破了18.52，最低点在17.67，应该是给了一个破底翻，
破掉了18.52之后又拉回来了，对吧？这就是机构非常喜欢玩这种，有一个中枢，然后把前面这个最低点先打掉，打掉之后又快速拉回来，做了一个破底翻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玩法。所以说，你如果说知道这个话，你会盯着这个当时这一天。那么如果说你发现了跌破了又没有力度，你肯定要买在这个位置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大熊套，对吧？那么现在又回来了，当然又给了一个二买，又给了一个后来又给了一个二买。你即使买不在17.67的话，也可以买在这个二买这个位置，也就是18.25，对吧？都差不多吧。但是18.25买起来更容易一点，因为毕竟二买的话，它有一个一买给你做参照物。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买一买难度是大的，如果说没有能力的话，尽量做二买，或者说尽量做二卖。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参照物，你这样的话，成功率更高。所以就看它今天这个盘后吧。整理这个数值，可能大家就是即使它的这个数值比预期的好的话，可能也不会带来大涨，主要还是它公司方面的，会不会有这个这个分拆啊，会不会有其他的类似的这个 merge， 就是叫什么 MM 之类的这种相关的这个有没有合并啊？对吧？出现这种的时候，可能会刺激它大幅上涨。但整体来讲也是往下的空间，现在并没有看到有很大的力度，而且它现在这个 MACD 也是非常好的迹象是在哪儿呢？爬到了0轴附近，爬到了0轴附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一般要起势的时候，都是在0轴附近，要么在0轴下面一点点，要么在0轴上面一点点才能起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所以说我如果说它要真是往下走，再次跌破17.67的话，如果说这个 MACD 不能够快速张口张得非常大往下杀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进场的一个做多的位置。所以说针对英特尔的话，即使不大涨的话，可能也是一个起码也不会出现大跌。如果是往上涨，你也可以用这两根120天和200天的均线，看看能不能往上冲一冲。我们看一下空间。到120天4%，到200天7%，对吧？你可以用这两个先用这两根均线，日线上这两根均线来做一下你盘后的一个想要做赌它财报的话，可以用这两个来做一下空间上的一个控制。往下走就是再次跌破17.67嘛。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16%，这个就相对比较大了。但是我估计着应该出现不了这种情况，所以说个人倾向还是要往上走的。好的，这就是这个英特尔，我们简单说了一下。然后，因为那个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因为我今天的直播这个出现了一个故障，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再延长一点时间，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今天说一个这个大家平时比较少看的这个川普出的这个比特币，川普出的这个虚拟币，对吧？那么之所以最近有一波上涨，我看了一下新闻，好像是川普要那个如果说你的购买量是在前25，好像是，如果说你的购买量是在 Top 25的话，他会接见你。这是他们整个家族也是挺会捞钱的，对吧？他也是从了上市之后，川普这个虚拟币上来之后，然后开始一波往下走，对吧？这是当天出来之后的一波往下走。那么到了这个7.14，到了7.14之后见底，7.14见底之后还给了一个二买。如果说你一直盯着这个川普的虚拟币的话，还给了一个二买，这是一个典型的见底之后的一个这个二买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理想。如果说你是盯着它的话，但是呢，二买之后涨了114%，对吧？尤其是它在公布要这个要那个接见这帮。如果说你的持有量或者说你购买量是在2%top 25的话，可能还可以去白宫参观一下，就是说搞得还挺有意思。但是呢，它现在是已经出现一个二买了，日线上是出现了一个二买，然后这个3还没被持，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3段。但是呢，这个我先强调一下，我在这里只是拿它来分析，并不是鼓励大家去买这个川普的这个虚拟币，毕竟这种小币种。它的这个震荡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只是拿来分析图形。那么现在这个3是不被持的，对吧？如果说回来的话，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小低点的话，还有一个5，所以说现在就看它能不能够以这个7.14作为这个中短期的一个那个最低点，
看能不能够生长出来一波新的，是这种五浪的，然后回来做中枢，然后再上去再做一个，然后再上去，是这样的这个结构呢，还是说就是一个1、2、3就结束？它也是可以一个1、2、3结束了，然后直接往下走也可以，那就变成了一个下上下，对吧？那么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们家他的2个儿子或者他的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在虚拟币方面的动作比较多。我发现他的虚拟币方面的动作非常多，有可能要即使是他4年以后不干了，可能也想往这边转吧，想往这边转型还是怎么样。所以说他们的动作是非常多的，大家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简单讲这么多了。那么我们，因为这个直播设备的一个问题，造成了今天稍微有点晚，给大家带来了不便。好的，那么感谢大家参与，我们。